一卷残书落异乡，麦氏探秘古今藏。镜面隐语传犹太，岂料倭人遍他方。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有一种在日本广受推崇，却又备受争议的理论，认为日本人和遥远的古老犹太民族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就是日犹同祖论。这种理论最早由一位苏格兰人尼古拉斯·麦克劳德提出，他认为日本人很可能就是古代以色列失落的十支族后裔。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但这一猜想却吸引了无数日本人的目光，因为他提出了诸多让日本人好奇的疑问：为什么日本的神社和古代犹太教的圣殿会如此相似？为什么日本的祭祀仪式总能找到和犹太传统对应的影子？甚至为什么日语的某些词汇会与古代希伯来语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究竟是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历史真相，还是某些人一厢情愿地乱认祖宗？这又为什么会在日本如此受欢迎？19世纪末的日本，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时代。一位名叫尼古拉斯·麦克劳德的苏格兰人，以旅者的身份来到这里。他并非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却对日本文化展现出非凡的兴趣。他开始对日本的神社、祭祀、语言进行研究，并将其与自己熟悉的犹太文化相比较。这让他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日本人很可能与古代以色列的失落十支族有着某种联系。他翻阅古代文献，他研究日本神社的结构，也探究日本的古老习俗。他认为，日本神社的结构与古代希伯来人的会幕非常相似，日本祭祀仪式也与古代犹太教的传统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更让他感到好奇的是，日语和古代希伯来语之间竟然也存在着许多共通的词汇。这些发现让他坚信，在历史的某个角落隐藏着一个我们尚未发现的真相：日本人很可能与犹太人有着某种联系。麦克劳德的理论激起了大量日本人的兴趣，他们开始关注这个理论，并将其称为日犹同祖论。哪怕现代基因技术并不支持这一理论，它也至今吸引着大量的日本学者、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那我们来看看日犹同祖论的支持者究竟找到了哪些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从宗教仪式上看，他们认为日本神道和古代犹太教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日本神社里的守水社和古代希伯来神殿入口处的洗盘似乎具有相同的功能，而日本神官祭祀时所穿的服装也与古代犹太教祭司的服装有相似之处。更令人惊讶的是，日本修验道的山服，他们头戴的头巾和犹太教徒祭祀时佩戴的经文护符匣竟然也十分相似。在建筑方面，日犹同祖论的支持者们认为，日本神社的结构和古代希伯来神殿非常相似，两者都有神职人员的场所、祭祀的场所和供奉神灵的圣所。而守护神社的伯犬，其形态又和古代所罗门神殿前的狮子雕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语言方面，犹太学者约瑟夫·艾德尔伯格通过细致的语言分析，认为日语和古代希伯来语之间存在着数千个共通的词汇，甚至提出了他对日本天皇古称的解读，认为其可能来源于古代希伯来语。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如犹太人和日本人沐浴的习惯、过节时吃的食物以及日本神社的鸟居都有着共通之处。日犹同祖论的支持者们认为，这些相似性并非简单的巧合，用来论证其观点的重要依据。我们再来聚焦于两个在日本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物品：八咫镜和神鱼。在日犹同祖论的支持者看来，它们并非简单的器物，而是连接日本和古代以色列的重要线索。八咫镜作为日本三神器之一，被视为天照大御神的象征，一直供奉在伊势神宫，
据说只有极少数人见过它的真容，但传说中八指镜的背面刻着希伯来语，甚至有人称这上面的希伯来语正是神对摩西所说的话：“我是自有拥有的。”这种传说的流传无疑增加了日有同祖论的神秘色彩。而在日本的传统祭典中，神鱼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被视为神灵移动的载体。在祭典中，人们抬着神鱼巡游，迎接神灵的降临。在日有同祖论的支持者看来，神鱼的形态和功能与古代犹太人用来搬运约柜的方式十分相似，而约柜在犹太教中是极其神圣的物品，其结构和重要性也都与日本的神鱼十分相似。此外，日本京都的祈元祭和犹太西安节的日期居然都是每年的7月17日。在祈元祭的彩车上，还可以看到描绘旧约圣经场景的装饰图案，这些都让日有同祖论的支持者们感到，他们发现了连接日本和犹太的文化密码。我们已经了解了日有同祖论的论据，可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人对这个理论如此感兴趣？要知道，日有同祖论在日本的传播可不仅仅局限于学术领域，许多日本普通民众也对这个理论抱有相当大的兴趣。这或许反映了日本人深层的一些文化和心理因素。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日本文化其实是一种杂交文化，或者换用一种高情商的说法，是多种文化交融的结果。而日有同祖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为日本日提供了一个更宏大的叙事，将日本的起源与犹太人的古老文明联系起来，满足了日本人对自身文化根源的探索欲望。此外，由于近代日本提倡脱亚入欧，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以西方和西方人为荣，将自身与犹太民族联系起来，也会让一部分日本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可以说，日有同祖论反映了日本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复杂情感。在日本的近代历史中，虽然曾经历过西方文化的冲击，也曾有过战争的创伤，但日有同祖论为一部分日本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方式，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定位。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日本人可能仅仅是出于对神秘事物的好奇，而对日有同祖论产生了兴趣。所以，哪怕这种理论没有得到任何分子生物学的支持，依旧被无数日本人津津乐道，并想尽一切办法寻找证据。对此，你又是如何看待呢？